为了给老婆做骨髓移植手术，我卖了跑车，刷爆了信用卡，凑够120万的那天，我攥着银行卡冲向缴费窗口，却被告知余额不足。我一查，卡里只剩1.23元。回到家，老婆正敷着面膜刷手机，说钱都给他弟全款买房了，没房子他弟结不了婚。我说这可是他的救命钱，他却不以为然，还说就120万而已。我那么多兄弟，凑一凑不就有了？别耽误他手术。看着他那张精致的脸，我忽然笑了。这一次我不想再忍了。陆先生，您这张卡的余额不足，扣款失败。 不可能！你再刷一次。这张卡里有1个小时前刚汇进去的120万，这是我爱人的骨髓移植手术费和后期的抗排点保证金，1分都不会少。你重新刷。陆先生，您看，您这张卡里的可用余额仅剩1.23元。为了凑齐这笔120万的救命钱，我这3天活得像条疯狗，还把婚前全款买下的那台保时捷，以低于市场价30万的骨折价，直接扔给了二手车商。我还抵押了代步车，预支了公司仅剩的流动资金，刷爆了信用卡，拆东墙补西墙，终于凑够了120万。那是苏婉的命。这是什么时候转的？后面还有人在排队，您看您这费还缴吗？如果不缴，预定的无菌舱明天就要安排给其他病人了。我等会儿再来。我拿命换来救他命的钱，他全转给了那个25岁还在啃老、整天游手好闲的弟弟。真让人火大！给我等着！强子，姐跟你说，这沙发必须买全真皮的，别心疼钱。你马上要结婚了，不能让女方觉得咱们家寒酸。放心吧，姐，这套市中心的180平大3居全款拿下，整整118万，房产证写的是我的名字。不过姐夫他不会发现吧？发现又怎么样？他是我老公，他的钱就是我的钱。我们苏家就你一根独苗，你不买这套房，佳佳怎么肯跟你领证？姐能眼睁睁看着你打光棍吗？可是姐，那钱不是姐夫凑来给你做骨髓移植的吗？你姐夫是大老板，你还怕他弄不到钱？他这人就是抠门。为了我的命，他去借点高利贷怎么了？反正不能委屈了你。真是精彩啊！姐夫，陆远，你不是在医院吗？你怎么回来了120万，全款市中心大3居，房产证写苏强的名字。苏婉，你知道为了这笔钱我卖了什么吗？你吼什么吼？陆远，你是不是个男人？我弟马上要结婚了，女方逼着要市中心的房子，我不帮他谁帮他？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我为了凑这笔钱，贱卖了跑车，抵押了公司，刷爆了信用卡。我在医院像孙子一样求医生留无菌舱，你转头去给你弟弟全款买房。现在医院账户只剩1块2毛3分钱。那咋了？那咋了？去跟你那些发小低个头，凑120万很难吗？你要是连这点钱都不愿意借，就别耽误我，离婚吧。好。陆远，你干什么？你疯了吗？那120万是我卖掉婚前跑车的个人财产，你未经我允许私自转走，属于盗窃与非法侵占。你吓唬谁啊？我是你老婆。法官会告诉你什么是老婆的权利。你的病，我1分钱都不会再出。去找你弟吧，看他肯不肯卖婚房救你。陆远，你敢走出这个门试试？你信不信我马上发朋友圈让你身败名裂？随便你，但我保证，接下来我会让你们一家人把吞进去的每1分钱连皮带骨的全吐出来。老陈，我这儿有个案子，婚前财产被恶意转移，非法侵占，证据确凿，我要让苏婉和她全家净身出户。去市中心。你小子是不是疯了？电话里说的那么吓人，到底怎么回事？看看这些，保时捷911 GT3 RS 二手车合同，售价210万，一次性付清。这车不是你婚前全款买的宝贝铂吗？怎么贱卖了？往下看。今天下午2点10分，多笔资金汇集到你账户上，总计120万。下午2点35分，该账户向苏强跨行转账120万，余额1.23元。苏婉他疯了吗？他刚确诊急性在山，这笔钱是你拼了命凑出来的，他转给他弟弟算怎么回事？市中心180平，全款，写他弟的名字。他弟弟结婚，女方要房，他让我去借高利贷给他治病。这已经不是自私了，这是要你的命。
说吧，你想怎么做？第一，我要钱，这笔钱是我卖婚前财产所，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他未经我同意私自转走，法律上怎么定性？往重了说，涉嫌盗窃或职务侵占；往轻了说，也是不当得利，恶意转移个人财产。我要冻结那套房子，他们今天刚交钱，房产证没那么快下来。我要苏强明天去售楼处或房管局时，发现房子已经被法院查封了。没问题，只要你有资金流向证据，我明早一上班就去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封标一贴，他住不进去也卖不掉。这是刚才跟苏婉对证的录音，他亲口承认钱给苏强买房了。老陆，苏婉现在是重症患者，你法律上还是她丈夫。如果你现在完全切断治疗费用，苏家绝对会反咬你一口，告你遗弃罪。到时候道德舆论和法律都对你不利。我明白，我不会给他留下这种把柄。我这就回医院，费用我会交，按最低医保标准缴床位费 ，VIP 病房和进口药全部取消。陆先生，您怎么又回来了？李护士，麻烦帮我办个手续，给苏小卷病房从17楼 VIP 无菌舱转到1楼普通8人房。陆先生，您开什么玩笑？苏太太免疫力极低，无菌舱是必须的，8人病房交叉感染风险太大了。靶向药全部停用，换成最便宜的国产基础药。这是我的签字确认书。我公司破产了，卡里还有5000块当做基础治疗费，如果不够就停药，出了问题我本人承担一切后果。好吧，明早查房的时候，护士长会安排给苏太太换病房。你们干什么？放下！碰坏了你们赔得起吗？17床苏婉对吧？麻烦你配合一下，收拾东西立马搬走。这张 VIP 床位已经安排给别的病人了。你胡说什么？我老公交了120万，整个无菌舱我都包下来了，你们敢赶我走？信不信我投诉你们？麻烦你看清楚，你丈夫名下的医疗账户余额是1.23元，今天凌晨3点，他往普通账户存了5000块，并且签字取消了你的 VIP 资格，停用了所有进口靶向药和特护服务。不可能，陆远他不敢的，他怎么敢停我的药？赶紧搬走吧，8人病房在那边楼底，环境比较乱，你自己就注意点卫生。这新来的咋这么娇气啊？来这儿住的都是没钱的穷光蛋，装什么大小姐？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强子，救命啊！陆远停了我的医药费，把我赶到8人病房了，你快让他来见我！什么？姐夫真断了你的钱？他是不是疯了？好他个没良心的陆远！强子，叫上你爸，我们现在就去他公司闹。老李，终止和东华建材合作，撤回300万流动资金。赵总监，冻结非必要开支，公司进入战时状态。陆总，是不是嫂子的病情？他没死，但我的钱被他偷偷全款给他弟弟买房了。哦。陆总，不好了，你岳父岳母还有小舅子在楼下大堂闹起来了，说您为了养小三逼死绝症眷配。我操！偷钱买房还敢倒打一耙！陆总，我这就叫保安把他们打出去。慢着，老李，把他们请到2号会议室。另外告诉技术部，把2号会议室的监控探头全部打开，录音设备调到最高精度。陆总，您这是要关门打狗留证据。陆远，你个杀千刀的！我女儿半死不活，你把她扔出病房！你今天必须给我们说法，马上打钱，不然老子死你公司里！姐夫，你那么大个公司，连几百万都没有吗？这么抠门，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说法，你们想要多少钱？把120万交齐，再赔50万精神损失费，打到强子卡里。哼，那120万，我昨天已经交到医院，是苏婉自己转给了苏强。苏强，昨天下午你全款买下大平层，对吗？是又怎么样？那是我姐自愿给我的，你管得着吗？那是婉婉做主的。再说了，这点小钱你随便借借不就有了？所以，你们承认，苏婉明知那是救命钱，还转给苏强，并且你们觉得我应该去借高利贷补窟窿？对，你是男人，你不扛谁扛？你今天不拿钱，我们就不走。好，非常好。
我会追回120万。苏强名下的那套房子，1个小时前已经被法院正式贴上了封条，进入了财产保全状态。你说什么？房子被查封了？滚出去！接下来我们法庭见。我保证，你们苏家连一个钢镚都别想带走。喂，老陈。老陆，好消息，苏强那套房子10分钟前被法院查封了。查封只是第一步，打官司拖太久，变数太多。我要让苏强把这笔钱认成他自己的个人债务。妙啊！但这得让苏强亲自签借据，还得认那120万的账。那一家子是不聪明，可这种往脖梗子上套绳的事儿，他们会干？他们会的，因为比起欠债，他们更怕眼前这门婚事黄了。你准备一份借贷补充协议，条款得咬紧了，让他签了就跑不掉。剩下的戏我来导。强子，你别听那小子胡说八道，他以为他是谁？法院他开的，说查封就查封。就是吓唬谁呢？房子我全款买的，白纸黑字的合同签了，钥匙都拿到了。天王老子来了，这房子也是我的。天杀的，真疯了！我们的120万啊！陆远那个绝味头的，他怎么敢啊？喂，佳佳。苏强，你人呢？我跟我妈刚才去云静夫，物业死活不让进，说房子被法院查封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佳佳，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都怪我姐夫，是他公司那边搞出来的烂摊子，把房子给牵连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说什么？误会。我找售楼处查得清清楚楚，人家说是因为你摊上大事了，大额财产纠纷，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苏强，你听好了，没有房子，休想让我跟你领证，这孩子我也不要了，3天之内搞不定，咱俩彻底玩完。妈，佳佳要跟我退婚，她要把我儿子打掉，都怪你们，非惹陆远那个疯子干什么？找你姐，只要你姐以死相逼，陆远肯定会心软把封条撤了的。喂，17床，这是你今天的药，还有费用的催缴单。喂，妈。婉婉，出大事了！陆远把强子的新房查封了，佳佳现在要退婚打掉孩子，你快想想办法，赶紧让陆远把封条撤了！各位姐妹，陆远他疯了，他停了我的药，不管我死活，还把我弟弟刚买的婚房给封了。大家帮帮我，跟我去他公司讨个说法。婉婉啊，刚才陆总发了你们闹事的监控视频和你转救命钱的记录，现在圈子都传开了，这不是把陆总往死里逼吗？陆远，你够狠！找人往外放风，就说财海科技资金链断了，我快撑不住了，正到处砸锅卖铁凑钱。陆远，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痛快话，丰田到底什么时候撤？坐下说，如果你们是来吵架的，现在就可以滚了。我等下还要去见2个催债的供应商。我们都听说了，你公司资金链断了，马上就要破产清算了吧？咱们也别互相折腾了。你把封条撤了，那120万算我们借你的，以后慢慢还，怎么样？那是我救命的钱，是公司的流动资金。因为你们这120万的窟窿，我现在资金链断了。明天就有2家供应商要去法院起诉我，撤封条，做梦！大不了大家鱼死网破，房子拍卖，我拿回那120万不亏空。姐夫，你别冲动啊！佳佳说了，明天要是见不到房子解封，他就去医院奶胎。我求求你了，你给我留条活路吧。行，你想要房子可以，但我现在也被逼上了绝路，我必须给我的合伙人和投资人一个交代。签了它。借款本金120万，借款人苏强，鉴于资金占用导致人公司濒临破产，本借款定性为高息短期过桥资金，年化利率20%，还款期限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3日内连本带息一次性还清，若逾期，名下所有资产强制执行列入失信名单，外加每日5%违约金。不行，绝对不行！3天还清120万，
们去哪儿弄这么多钱？你就是抢劫！是抢劫还是救命，你们自己选。这份协议我要拿去给我的投资人看，我得让他们知道，这是我放出去的高息短期贷款，3天后就能连本带利收回来。只要你今天签了字，摁了手印，我立马给法院打电话，申请暂时解除对那套房产的保全。你明天就可以带着佳佳去新房量尺寸。至于3天后，如果你还不上，按照协议，那套房子作为抵押物，直接归我进行变卖。只要房子还在那儿，这笔账平了，我也不会真把你送进局子里。我签。强子，你看。老陈，苏强已经签了借贷确认协议，理由是双方债务已达成短期和解。明白，这就去办。行了，明天去量你们的新房吧。对了，忘了告诉你们，苏婉在普通病房已经昏迷2次了。你们房子现在也干净了，要不拿去抵押卖了，给他交医药费？一家人嘛，总不至于见死不救吧？水，给我点水。妈，你终于来看我了，快给陆源打电话，让他交钱，我好痛，我快要死在这里了。哎呦，婉婉，你快躺下，别乱动。妈告诉你个好消息，你弟弟那套房子的封条被法院撤了。撤了？陆源，他把房子还给强子了？是啊，那小子到底是怕了，你妈带我们去他公司闹了一场。他立马就怂了。强子今天上午都带佳佳去量房了，下个月就领证。妈，既然房子拿回来了，你们赶紧把它抵押了或者卖了，随便凑个8、90万，就能把我接回 VIP 病房。医生说了，我再不用药，就要得败血病了。婉婉啊，这怎么行啊？你是不是烧糊涂了？那房子是强子结婚用的，佳佳肚子里可是咱们老苏家的金孙，卖了房子，佳佳明天就打胎。妈，那是我的救命钱，是我偷偷转给强子买房的钱。现在我快死了，你们有房子了，救救我的命都不行吗？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你是当姐姐的，为弟弟付出点不是应该的吗？你是陆源老婆，他就是去卖血借高利贷，也该把你这病治好。就是啊，婉婉，你在这儿先忍忍。陆远平时那么疼你，他肯定会去借钱救你的。咱们不能动房子，那可是你弟弟的命根根啊！出去，婉婉，你别生妈的气，妈也是为了叫你们滚出去！真是不识好歹，你就在这儿好好待着呀，陆远。佳佳，你看这儿打一整排定制衣柜，那边放大床，阳台给你喝下午茶，好不好？那你还有点本事。前几天看门上贴着法院封签，吓死我了，还以为你骗我呢。我姐夫跟我闹着玩，那120万本来就是我姐自愿给我的。那借款合同没问题吧？电视上说这种字不能乱签的。能有什么问题？那是自愿赠与，大不了让我姐去1哭2闹3上吊，她一个大男人还能收走小舅子婚房？老陆，你这心理战打得漂亮。苏强一慌，协议看都没看就签了。他不是没思考，是笃定我不敢动他。他们习惯了道德绑架，我偏要用最残酷的商业法律把他们一点点敲碎。明天下午5点，期限一到，120万本金加利息和违约金，足够让苏强喝一壶的。证据链已坐实，时间一到，我立刻申强制执行立案。不仅如此，等这套房执行完，我还要以不当阳历起诉苏婉，追讨他这3年转移的近50万。老陆，你这是要赶尽杀绝啊！如果我当时心软，现在等死的就是我。既然他们喜欢那套房子，我就让他们抱着房子一起沉进地狱。老陈，时间到了，收网。就订这个豪华游艇的套餐，得有牌面。刷卡。对不起，先生，您的卡显示交易失败，提示发款行拒绝交易。可能磁条坏了，刷这张吧，里面有2万块彩礼定金。先生，这张卡也提示状态异常，被冻结了。不可能，你这机器是不是坏了？我直接扫你。怎么了？卡怎么全被冻结了？不可能，这不可能！苏强，苏强，你个混蛋，你去哪儿？你到底瞒了我什么？你们干什么？别动我的房子，这是我的房子！苏强是吧？
房子进入司法拍卖程序，你的高铁飞机权限已限制，名下资产即刻冻结，请配合，否则采取司法拘留措施。陆远，你个没良心的，骗我儿子签高利贷抢房子，你是要逼死我们全家！大家评评理啊！我女婿是云环泰科技总裁陆远，现在我女儿绝症等死，他不仅断了药，还在外面养小三儿，为了逼离婚社局坑我儿子婚房。这男的怎么这样？结发妻子得绝症就抛弃？查他！兄弟们去他们评论区冲了他！陆总，出大事了！现在全网都在网暴你，咱们官方账号瘫痪了，再不发声明，公司信誉全完了。辟谣？为什么要辟谣？老李，通知公关部什么都不要做，让技术部把他们闹事的视频在后台加热，我要让全城人都看到。陆总，你疯了吗？让他们先跳，跳得越高，摔得越惨。打倒无良老板，把绝症原配的救命钱交出来！我要你们血债血偿！各位好心人啊，我姐真的快不行了。陆远那个没良心的，为了外面的女人，不仅拔了我姐的氧气管，还骗走了我的婚房，这是要逼死我们全家呀！太不要脸了！这种人渣怎么还不去死？大家一起打市长热线举报他，让他身败名裂！陆总，请问网上说你抛弃绝症妻子是否属实？你骗取房产的依据是什么？你的良心不会痛吗？丧尽天良的，你还敢出来把我女儿的命还给我！各位媒体朋友以及网友们，在过去的4个小时里，我们星海科技遭受了严重的网络暴力，我本人也被冠以了莫须有的骂名。难道不是吗？你敢做不敢当？别着急，你们不是要真相吗？那我今天就让所有人都看看苏家到底是一群什么东西。放，这是3天前我名下账户的流水。为了给我妻子筹集骨髓移植手术费，我卖掉了婚前全款的保时捷跑车，抵押了代步车，刷爆了信用卡。但是我的妻子苏婉把这笔钱一分不剩的转给了刚才在你们面前哭诉的苏强。你胡说，那是伪造的！伪造？银行的印章在这里，你要不要报警验一验？但这还不是最精彩的，大家请看下一段视频。这套市中心的180平大3居全款拿下，房产证写的是我的名字。为了我的命，他去借点高利贷怎么了？反正不能委屈了你。我操！拿老公救命钱给弟弟买房，还让老公借高利贷，这女人疯了吧？不，这不是真的，大家别信他，这是他用 AI 合成的。还没完呢，把他们在2号会议室的精彩表演也放出来。那是婉婉做主给强子的钱，你自己再去找人借个120万去交手术费不就行了？你不借高利贷，难道眼睁睁看着强子结不成婚吗？今天不拿钱，我们就不走！别拍了，别拍了，你们侵犯肖像权！各位，苏强恶意侵占财产并违约，法院已于今日上午正式对其房产查封，并启动强制拍卖。苏强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账户全被冻结。针对今天苏家3口的恶意诽谤寻衅滋事，我们已经报案。警方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你好，是我报的警，这3人聚众闹事网暴，这是证据，带走，回去接受调查。姐夫，我错了，你放过我吧！误会啊，都是一家人。一家人，法庭上跟法官说去吧。据最新消息，涉嫌诽谤和寻衅滋事的苏某等3人已被治安拘留，苏某房产被强制执行。真没看出来，长得人模狗样的，偷老公救命钱给弟弟买房，简直潘金莲在世。护士长，我们要求换病房，跟这种人住一间屋子，太晦气了。苏婉，你账户里的钱今天下午全扣完了，如果不输血抗感染，你活不过周末。要是今晚再缴不上费，明天一早只能给你办强制出院。医生，求求你救救我，我老公有钱的，你们去找他要啊。是你自己偷了救命钱，陆远已经中断垫付，你唯一的出路是找你娘家。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弟弟在拘留所，没手机了。佳佳肚子里有苏家骨肉。喂，佳佳，我是姐啊，你快带点钱来医院救救我。强子被抓了，你赶紧拿彩礼钱救我，只要我活下来，一定让陆远把房子弄回来。闭嘴吧，你还有脸打电话？你们一家子诈骗犯，苏强成了背100多万债的老赖，还想让我拿钱救你？做梦去吧！佳佳，你肚子里还有强子的孩子。孩子，我刚才在医院已经打掉了，彩礼荷包全卖了，跑路了，让苏强死在牢里吧。
不行，我不能死，去找陆远，只要我跪下求他发誓，他每次都会心软的。陆总，简直了！直播发酵后，3家顶级风投主动联系 ，A 轮融资估值直接翻倍。陆总，楼下有个女人说死也要见您，她看起来快不行了，自己爬进电梯上来了。陆远，老公，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救救我，我不想死，我不想死。签了他，然后滚出我的视线。你好狠！保安，报警，告诉警方有个涉嫌转移巨额资产的嫌疑人骚扰我。陆先生，是您报的警吗？辛苦了，这个女人名叫苏婉，涉嫌盗窃并恶意转移我婚前个人财产高达120万，我已向法院提起诉讼。她今晚擅自闯入骚扰我，麻烦你们把她赶带走。我不签，我死也不签！陆远，你休想甩掉我！我死了也是你陆家的鬼，你必须出钱给我治病！苏婉，你的法律常识匮乏的令人发指，你以为你不签字，这婚就离不掉吗？苏女士，根据民法典，一方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严重损害夫妻感情的，应当准许离婚。更何况你转移的是救命的婚前个人资金，不管你签不签字，这官司我们赢定了。财产分割时，法官会判你少分甚至不分，你不仅要吐出120万，还会净身出户。这不是真的，你们骗我！我的房子，我的钱，我把青春都给了你啊，陆远！留着你的青春去跟阎王爷讨价还价吧。行了，别在这儿闹了。自己偷了救命钱给弟弟买房，现在还有脸来纠缠人家？走吧，回局里做笔录。法院那边的执行程序能再加快点吗？放心，苏强现在被关在看守所，属于拒不执行的现行犯，最迟后天那套房子就会上司法拍卖网。苏强，出来，你的律师和家属来看你了。爸，快救我出去啊！这里面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那个光头晚上睡觉还打我。强子，律师说合同受法律保护，你欠陆远150万，房子已经被法院查封拍卖了。不行，那是我的婚房。佳佳呢？她怎么没来？让她拿彩礼钱先帮我垫上啊！别想他了，下午看你出事，他去医院把孩子打了，彩礼和包也卖了，现在人已经跑了，他还把你拉黑了，亲戚都通知遍了，说你是个背了100多万债的老赖，这辈子翻不了身了。不可能的，强子。律师说了，你这属于恶意抗拒执行。如果拍卖的钱不够还陆远，你最少被判3年啊！坐牢？爸，我不要坐牢，你们救救我！你们把老房子卖了，把钱凑齐还给陆远，我不想坐牢啊！卖！明天苏婉惹的祸，等你出来，我非去医院找他算。水，给我点水。到了地方自然有水给你喝，现在先安静一下。苏婉，知道为什么把你转到这边来吗？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该去闹事，你们帮我劝劝陆远，我是他老婆，他不能见死不救啊！收起你这一套，我们现在跟你谈的涉嫌重大刑事犯罪。犯罪？我转移的是我老公的钱，结了婚他的钱就是买套房子，怎么了？这顶多算家庭纠纷。看来你对法律一无所知，我给你普法。第一，这笔钱是陆远变卖婚车跑车所得，属于个人财产。第二，这是具有特定用途的医疗救命款，你却私自转移给苏强买房，主观上你存在非法占有，将会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不，我没有偷。你们去抓苏强，钱是他拿去买房的，房子写的是他的名字，抓他！苏强我们已经抓了，你们姐弟俩一个都跑不了，你符合取保候审，但限制离开本市。老陆，经侦大队传来消息，苏婉一口咬定是苏强怂恿他转账，把锅全甩给了他亲弟。这2年，苏婉以买包做美容为由刷走50万，全转给了苏强。老陈，我要你明天追加起诉，起诉苏强不当得利，返还这50万。他拿什么还？他没有，他父母有，他们还有一套60平的老房子。老陈，你找几个靠得住的朋友，去2手房市场放点风声，好好压价，让他们再被割一刀。交给我去办。咋办啊？强子在里面肯定要挨打的。还能咋办？卖房，砸锅卖铁也要把强子捞出来，拿上房产证去中介。大爷大妈，卖房啊，请坐。我们急用钱，你看看能卖多少？房龄30年了，您要是3天内全款，我只能找炒饭，最高70万。70万？你抢劫啊！我房子值100万。您要是觉得低，出门右转问问别人能不能3天给现金。好，70万就70万，今天立字据。姐夫，我错了，您大人有大量，饶了我吧！我不想再回那个地方了，那里根本不是人待的。我们把老家的房子卖了，筹到钱了，这里有75万，是我们老两口砸锅卖铁凑出来的。陆远，这钱你先拿着，剩下的40万，我们让强子出来之后打工慢慢还你。你赶紧让他们把强子放了吧。75万，陈律师，麻烦你给这2位法盲普及一下，他们儿子现在到底欠我多少钱？苏强欠的钱分4笔，本金120万，利息加追折金8万5，诉讼相关费用12万，外加不当得益52万，加起来将近200万，并且苏强名下云景台的房产
拍卖款扣除税费后最多抵交100万，也就是说你们还欠陆远将近100万。至于这75万，非常遗憾，这笔钱一进法院账户就会被系统自动划走，填补利息和不当得利的窟窿，离刑事谅解书的标准还差得远。陆远，你这是抢劫！肃静。原告方主张的债务、利息及不当获利，均有转账记录和苏强签字的协议支撑，完全合法。陆哥，姐夫，我求你了，给我留条活路吧！我姐呢？让我姐来求你，你那么爱她，你不会这么绝情的，对不对？你姐，放心，她的下场绝对比你们更加精彩。退庭！爸爸，救我！我不想回去。我的钱，我的老本儿啊！陆远，你把钱还给我！苏老太太，请你注意言辞，这笔钱是按规定处理，你们如果再敢胡闹，后果自负。二位，善恶终有报，真以为这世上没人治得了你们？对了，忘了告诉你们，苏婉现在涉嫌盗窃罪，关在羁押医院里。为了减轻罪责，他在笔录里把黑锅全推给了苏强，说是他逼的。爸妈，救救我！我好痛，带我回家！救你！我恨不得掐死你这个扫把星！你为什么要害你弟弟？你为什么对警察说是强子逼你偷的钱？都怪你！为了你弟弟，我们老房子卖了75万，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了。什么？房子卖了，钱被扣了，全都没了，都是因为你！你为什么不早点死？滚！全是你们逼我的！我为了你们连命都不要了！你们现在让我去死？干什么？这里是监护病房，在闹事，直接处理，出去！苏婉，你就烂在这儿吧，我们就当没生过你。全体起立！现在宣布结果。苏强明知资金系他人特定用途的巨额财产，仍恶意接收用于购房，同时多次试图转移资产，拒不履行应尽义务，两项合并，决定执行3年0 6个月，并处罚金。名下房产按规定处置，所得款项全额优先偿还陆远债务，不足部分后续继续履行还款义务。5亿融资，估值突破30亿，100亿负横候补了。对了，他们那一家子怎么样了？苏强在监狱装病被关禁闭，写了血书求免债，让他做梦。杀人不过头点地，诛心才是一辈子。他父母呢？老两口在垃圾站附近流浪。对了，苏婉前天走了，骨灰被随意埋了。你把强子救出来吧！把房子我还给我的女婿，给我钱！神经病，滚开！既然敢拿我的命填玉鹤，我就亲手掘开你们的坟墓。